得是一个专案组吧？你这消息挺灵通啊！还抓了2个人，你怎么知道的？东平就这么大，哥，是不是找你谈话了？你为什么会觉得他们会找我谈话呢？其实我吧，一直想过去找你的，但刚好你今天来了嘛，我就想说我们2个应该好好的谈一下这件事儿。我觉得吧，专案组是对着万海案来的。说说看，你为什么会觉得是对着万海案？我也没琢磨明白。您就说是不是吧？哎，专案组的事儿，你听谁说的？谢鸿飞。根据我们调查，程子健和王玉、谢鸿飞、孙飞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之间的联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3年多以前吧。谢谢。从他们的通话记录，我们可以看出，程子健找到王玉后，他们的关系和往来就变得密切了。从他们通话的频次和每次通话记录里面的时长来判断，他们似乎在谋划一些事情。我还有一个意外的发现。温情，东平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万海案的主审法官。没错，除了江红军、陈有才之外，程子健和所有人都保持着紧密的关系。而陈有才和王玉之间有联系，江红军和孙飞之间有联系，关系层级出来了。程子健是核心，这其他的人都是万海案的关键人物，而且他还是李仁俊的妹夫。司法掮客。其实程子健的履历并不复杂，研究生毕业以后进了县检察院，5年前离的职，到东平不久就去了天龙集团，在天龙集团任法务总监。很快，天龙集团注资，他就成立了自己的律所。白哥，我跟你坦白啊，其实我跟老谢的关系不错，我俩在当时县检察院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通过万海案我们更熟了一些，所以我们俩在万海案的时候也相互有一些照应，人情世故嘛。哥，这件事儿你看破不说破。你们单位现在负责万海案，然后就把万海辩护律师这位置给他了。他觉得我这案子拖的时间太长了，跟我说能不能换一位律师。我说我律师挺好的，为什么要换呢？他没搭理我。没成想，过了几天，张文金变成了黑社会同伙了。再没过几天，乔振兴死了。2次尸检这事儿，我给你们单位就你一个人打电话，你就给谢鸿飞打电话，谢鸿飞就……谢鸿飞给你打电话，你俩聊啥呢？应该是聊万海的事儿吧。我俩打电话能说啥呀？在东平，陈总也算是我的亲人，子健就是我的亲弟弟。其实今天呢，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跟您说一声抱歉。上次您不是问我，我当时我没说实话，这事儿就一直在我的心里面，我就是像一个结一样，它过不去。你拿我当家人，那家人在一块，有什么事儿不可以掰开了揉碎了聊啊，对吧？所以我今天想跟你坦白。子健，你能这么说，
其实心里挺欣慰的，这么多年我就看好你，要不然也不能把妹妹交给你。就像你说的，咱们是一家人，所以有些事儿，我希望你能如实的告诉我。我其实就是想问你啊，你跟陈胜龙到底什么关系啊？啊？你们俩应该不是这种单纯的雇佣关系吧？这陈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哥，你在这么敏感的时期问，是不是调查组正在调查？别，他有什么问题？你千万别多想。我确实查过他了，但我就是觉得这一家公司，你说从没有到有，所有的资金都来自境外。陈总这个人也是，就是我查完之后，我会觉得这不科学。你懂我说这意思吗？哥，你上手段了。不是，我真不理解这是为啥？是他们有问题吗？还是说了，你别多想。你这样，你换一个角度想一下啊，你就说，房子是不是退不了？你嫂子还得帮他弄着什么矿山、什么新能源这些事儿。妍希马上跟你又要结婚了，你说咱们这一家人跟这商人这关系，我跟你嫂子这个身份，你以前也穿过冠衣啊，对吧？你不谨慎行吗？你现在这个形势，换你怎么做？所以，子健，我希望你能给我交个实底儿，你起码让我心里踏实，对吧？天龙集团是他的金主。接到通知了，看来这把火是要在东平烧起来，来势汹汹。那你打算怎么办啊？你呢？据我了解，你应该是不会引火上身。孙飞、江红军这2块料都是我的手下，都抓进去了。省院11部是干什么的？全员出动，查什么不是一目了然吗？我能脱得了干系？那你怎么还坐这儿这么淡定，感觉置身事外了似的？这话得这么说，孙飞、江红军干的事儿，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儿。他们这种害群之马，早就应该接受组织调查。那你不得有领导责任吗？我承认我有领导责任，我可以接受任何处分。老徐，咱们办过那么多案子，拔出萝卜带出泥，简单少吗？你这话没错，可是我跟你说，就这俩孙子，我早就看他们不是好东西。专案组来了，我绝不能躲。我要是想躲，我一早就躲得远远的了。你能躲，我就没这觉悟。就这门外边这些人，有多少人，都是谁在网里头，我都不知道。我躲不了啊。那你打算怎么办？主动找专案组说明情况，还是检举揭发？这不就是拿不定主意才来找你聊聊吗？老弟啊，哥哥我比你年长几岁，毕竟多吃了几碗干饭。这次专案组来势汹汹，不像是只走个过场敷衍了事。越是到这个时候，你可越要想清楚。你的意思是，这不只是这风，东平这些年也刮了不少风，
每次风来的时候，不都是天昏地暗啊？所有人都认为要改天换地了，结果呢？第二天早上起来，太阳照常从东边升起，东平还是原来的那个东平。但我这次觉得，东平不能再是原来的东平了，很多问题早应该从根源上解决了。反正我是把这件事情的可能性跟你大概的阐述一下，拿主意的还是你。但哪说哪了啊，我还有个会，我先走了。王总，刚才那把要是你赢了，你敢拿着100万吗？啊？王总，咱俩应该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吧？船没到岸呢，风浪挺大的。你这个时候在晃船呢，是想测测你的水性，还是想测测我的水性啊？你这是需要什么？风平浪静啊！哦，对了，王总，万家灯火 KTV 你知道吧？知道，就是前坡那场。你的了。再见。给他过户。哥。理解。怎么样？还要再查？多长时间？1天？2天？1星期？还是要根据咱们的调查情况才能。行，知道了，早点回去休息，走吧。行，那我先走了。李姐，什么时候盯上的？除了金条还有别的吗？是不是就因为他跟什么人打电话老敲菜？哎，我借你们洪老师用一下啊！跟我走。上车。哎呀！去哪儿啊？阳台馆啊。这天都快亮了，垫个肚子。没开门呢。开门了。开门2小时以后呢？开门了，我说开门了。肯定不可能开门。我说开门就开门了，你在东平，我在东平，一个洋餐馆你都不信我？洪亮，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你刚来东平上我们家吃饭，我问你为啥来的，你怎么跟我说的？你说查什么郑雅萍？你这脸皮够厚的你，什么犊子都敢跟我扯。哎，你是11部的人，你到这儿来，傻子都知道你不是奔着张文清来的吧？行。你们有纪律，我尊重你，我不问。但我怎么跟你表的态，还记得吗？我说不管你怎么办，你要查什么，我都无条件支持你。但是你要告诉我，你怎么做的？你查来查去查了这么多事儿，你都查到我的主办检察官了，我怎么办？万海岸怎么办？我去换新人吗？还是我自己上？时间成本呢？万海岸是有期限的。洪亮，我求求你了，祖宗！我支持你工作，拜托你也支持我的工作，好吗？哎，我早不支持了。我有可能帮你清除你队伍当中的蛀虫，我怎么不能帮你了？他家里发现金条了，我不能查吗？乔真已经死了，死得不明不白的。
我说二次尸检人没了给烧了，你听过这样的事儿吗？二次尸检这事儿，我给你们单位就你一个人打电话，你就给谢鸿飞打电话，谢鸿飞就。我不该查吗？所以，乔振兴重要，还是谢鸿飞重要，还是你的万海案重要？洪天，我告诉你，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我的位置决定了，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那咱俩说啥呀？反正呢，咱仨呢，只有你还能穿检服了。我马上我脱衣服我走人了，对吧？那位呢，挫骨扬灰了，穿不上了，就说告别会人想穿身检服都不能穿。他不冤吗？你好好穿着，替我们俩争口气啊！完了呢，对得起这身衣裳，心里有杆秤，你自己好好称量称量。我有什么可称量的？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儿？你心里边有答案。说谢鸿飞怎么样不重要，乔振兴怎么样根本不重要，就是万海案在你心里边最重要。因为万海案整明白之后，你这个代理俩都拉走了，你就是李仁俊检察长那个李仁健。洪亮，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查谢鸿飞，查乔振兴，就是为了想查我。来啊，随便你查，我等着你查我。他是今天早上放的吗？我都在这儿待了1多小时了，上班之前我就来了，没见雷广发出来呀。师哥，我刚问了，雷广发早上6点多就被提前释放了。孙局来了，大哥，你这件事一定要在这儿办吗？申请啊！别的地方办不了是不是？怎么的？有人给你罩着打保护伞呢？你就这么大能耐啊你？我这天到晚的我就跟你们擦屁股了我。你乔振兴的事儿你刚刚落幕，你现在又弄出一个雷广发的事儿，怎么的？你觉得我太清闲了是不是？必须得给我弄点事儿出来是吧？我告诉你啊，要是没有我的人，预审之前去震慑他，一进去就把你给撂了。到时候我看你还有心思在这喝扎针儿，你到时候扎针你都来不及。对，你说的对，你消消气儿。雷广发，我现在人已经给你放了，
人也已经被你们接走了。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式，把嘴都给我封上。再一个不小心出去乱讲，就会把我给牵出来的，知道吗？我给您保证，啊，这一定老老实实的，不给您添任何麻烦了。你保证不就是放屁吗？你哼什么呀？你添的麻烦还少吗？以后做事动动脑子，别总侥幸。孙局，来，您看看。孙局，您看这样成吗？还是用别的方法？这整这些没有用。是。指导组不好对付，一定要小心。行了，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哎，孙局，您慢走啊！这个您今儿批评的对啊，以后我们一定都把工作做到位，不给您添麻烦。孙局慢走啊！是的，慢走。告诉熊哥，做掉雷广发。雷广发这胖子还挺有劲儿，挺能折腾，这次有点费劲。你们知道一吨垃圾能发多少度电吗？500度。也就是说，这一爪子下去，差不多能抓10吨左右，大概能发个5000度电。所以说，再折腾又能咋？雷广发折腾了一辈子，烧了也就能发个10几度电。他还不如垃圾。哥，雷广发找不着了。不是今天放的，什么叫找不着？雷广发6点多就被提前释放了，今日就失踪了。我上他家也看了，家里没人，电话呢？电话通着，就是没人接。他常去的地方我都去了，澡堂子还有那麻将馆，根本就没人看见过。再找吧，明白。您多费心，在尽快帮他戒除毒瘾的同时，一定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明白，请放心。
8，报告，停，罗雷，是。大娘，大娘，你怎么来了？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我来看看大娘啊。这时候了，你怎么还敢来呀？谢主任，我今天来啊，真不是找你的。你看，大娘之前做手术是我给找的专家安排的医院，我得负责到底。大娘，来，干嘛呀？这是，来，谢主任。老谢，你说你担心什么呀？这不没事吗？你这身衣服还穿着。程子健，我没什么可以再帮你们的了。张文静的事儿我尽力了，别再来缠着我妈了。我已经认罪了，你们可以离开东平了。我求求你们不要再来烦我。我就是黑社会，万海涉黑，毋庸置疑，所以我只能做出有罪辩护的决定。认罪认罚具结书你都签了，开庭你就全部认，我是不是也可以怀疑你？这些全是装的呀，张主任。这么问不合适。指导小组是干什么的？是引方向、指路径的。什么事情不能全指着指导小组来做？他们不可能是凭你张文静啊！该批你们到底干嘛？该同意。想要点啥呀？难看不？现在揪着问了。我们认为，个别案件的定性是否够得上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存在疑问。谢主任，他发现金条的时候，你为什么那么紧张，并且给他下跪？你到底在怕些什么？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我的位置决定了，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各位领导好，我是这个指导小组的副组长。我也补充一点，现在在个别案件的办案人员中，有人正在接受我们指导组的调查，所以我们指导小组呢就不得不对他们在案件办理过程当中的处理意见产生一定的质疑。我们申请法院对个别案件延期审理，对相关案件进行更深入的调查。你们提出这样的建议，是不是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啊？就是确实是有一些重大线索，我们还在摸排过程。我们需要时间。这是一个上上下下都关注的案件，也是一个社会热点案件。说实话，办理这样的案件呢，需要审慎、公正、公平。我们要把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落实到位。的确，考验着我们每一个办案人员的业务能力。
向你道歉的。我知道，其实我现在说什么都太晚了，但我还是想当面向你道个歉。对不起，这段时间因为我们的工作失误，让你承受了不该承受的委屈和压力。我不接受你的道歉。我也清楚，这句口头道歉对你来说于事无补，但在造成更大的错误之前，我们查清了事实，还你了公平正义，恢复了你的名誉。我们保证，一定会提高工作能力，争取不再办错案。你们请坐。我来说两句吧。刚刚听了指导小组的汇报，我很欣慰，也很振奋。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同志们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也证明了我们能够用实事求是的专业的法律精神来处理问题。但是，我也要提醒同志们，看问题要坚持辩证法，要注意一分为二，发现错误要坚决纠正，但是也不能怀疑一切呀，不能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吧？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就对此类案件的成果轻易的否定。你知道我站到被告席上的时候什么滋味吗？这对于我的人格、职业都是一种极大的侮辱。你扰乱法定秩序，你罪上加罪。你作为黑社会组织的骨干成员，跟万海非法勾结，利用有组织的暴力、威胁、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对不住，不能再为你辩护。如果我张文京存在违法犯罪的行为，你们这么做没问题。但是我什么都没做，是你们硬生生地把我推到了被告席上。当时你们在做什么？现在跑过来跟我说这些，你不觉得自己在演戏吗？对不起，我们已经启动了国家赔偿程序，对你进行赔偿。李检察长，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打成黑社会团伙成员？是谁在栽赃陷害我？为什么要栽赃陷害我？你弄清楚了吗？没有，是吧？那你给我道的什么歉？给的我什么公平？还的我什么清白？是谁指使你来给我道歉？你代表的谁给我道歉呢？我代表东平市检察院。仅仅是东平市检察院吗？既然你们想的是尽快的尘埃落定，根本不想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你给我道的什么歉？万海案办了2年多了，只要事实基本清楚，证据足够充分，那该诉的就要诉，该判的就要判，不要被那些枝节问题绑住了双手，裹足不前呢，是吧，张姐？啊，对。指导小组嘛，也就是个辅助的指导作用。至于这一类案件，还需要各地方院的同志来办。那我想，是不是延长审理期限？
应该尊重一下各地方办案机关的意见，这个很重要。江副主席，您看这样可以吗？我同意张放同志的意见，好事啊，要快办，案子尽快有个结论，也好给老百姓吃个定心丸呐。怎么可以这样啊！张姐、孙政委，线头我们已经揪出来了，我们这个时候绝对不可以放手啊！张姐，亚平同志，先不要着急，你是一个老检察官了，你应该清楚，像这样的立案汇报，我们应该只讲事实，不说疑点。但是你还是没忍住，你说了很多疑点。张姐，我知道要小心求证，可是你们得给我们小心求证的时间啊。这样，我回去做张文京的工作，他肯定掌握了非常关键。亚平同志，还有别的问题吗？所以，我们指导小组是要解散了吗？张文京的案件，我还是要提一点，你可以去找他，但不是做他的工作，而是问清楚他下一步想要做什么。张文京想要做什么，他想怎么做，是由他个人的意志来决定的。我们不可以怂恿他去申诉或者报案。我们是检察官，程序的公正很重要，懂了吧？明白。还有就是谢鸿飞，要以东平市检察院检务督察的调查结果为准，我们要听取他们的意见。洪组长，哎，领导说的确实都在理。哎呀，二位领导，我之前上交的乔振兴同志生前那个 U 盘的内容，我不知道二位领导看完之后是什么意见。看了，哦，哦，东平市殡仪馆烧尸工雷广发失踪这个事儿，我们指导小组需要跟进一下吗？这个东平市公安局正在办理，我们可以等一等。明白。那乔振兴疑似的那个水样，这个报告出来了吗？那请问，说之前二位领导指示我针对举报信内容进行摸排，这个事情，我摸还是不摸？亚斌同志，洪亮同志，回东平的路上注意安全。好的，领导。
师兄同志，第一场雨，怎么样？哎，你来看看你这个2颗西红柿长得挺好的，啊，师兄同志，我得跟您汇报一下，我对这俩宝贝儿，就说施这个有机肥啊，我是每周呢是按照克在天平上量好了才给他们放进去的，可以说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你过来，你过来，哎，你看看我这个，你看看，哎呦，我这个呀，也就隔3差5浇点水，光浇水，哎，一点肥没上啊？没有。这是咱俩同一批种的那些吗？是啊。哦，那确实我这个略显逊色哈。所以啊，有些事情啊，你管多了，未必是好事。师兄同志，我还要跟您汇报一下，就今天您在我们院里边讲话，全院上下都觉得高屋建瓴，政治站位很高，都学习到很多。下午在会上的这个讲话呀，可能是有点尖锐，但是关于这个万海案，你们既把它想简单了，也把它想复杂。您点拨点拨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想把这么复杂的案子给查清楚了，想简单了。对于这么一个定性明确的涉黑案，你们又想把它给推翻，想复杂了。东平自己的案子啊，还是让东平啊，他们的政法部门自己去查，自己交啊。就像我那几颗西红柿，我没管它，它自己不是也长得挺好的，下周就可以吃了吗？哎，你下周在吗？我应该在。我再跟您汇报一下，明天一早我还得回上他们组，指导组还没完，所以有个收尾。这样好，善始善终嘛。哎。谢谢。你什么时候走？我没事儿，还能陪您再待会儿。我说你什么时候辞职？不是要当律师吗？你没想好呢。是得好好想想。这年轻人找工作呀，跟找对象一样，得谨慎。主任，你应该挺讨厌我的吧？看出来了。我讨厌你干什么呀，傻子！你看啊，我没有洪老师那么聪明，王老师的经验跟阅历呢，我也比不了。比如说小张吧，我们都是年轻人，但是他就是目标明确，又有热情，我也跟他差远了。主任，我走到今天，我考了4个证，可是呢，我还是不知道要干什么。我就一心想离开这儿。我说了，您别不爱听，我就是不想跟您一样过的拮据。我也想买好看的衣服，我也想用好用的化妆品。你也想赚钱，赚钱没什么不好的。我也想赚钱，谁也不比谁高尚，真的，子妍。日子是自己过的，找个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好好过下去。我尊重你的选择。你看，你跟我这么久，其实我特别了解你。你是一个对自己要求极高的女孩子，所以不管在哪儿干什么，都能干得漂亮。来，加油，祝顺利。
呀，儿子呀，你咋回来了？哟，慢点，慢点，慢点，儿子，哎呦，你想死爸爸了！哎呦，我天，这孩子，你咋不说一声就回来了？赶紧进屋，你爸在屋里呢。哎呦，这儿子真是的，多久没回来了？洪老师好。儿子回来高兴吧？哎，我亲爹呀！你等会儿，肚子咋回事？是不是村长这两天又找你喝酒？我郑重其事跟你说，如果是他再找你喝酒的话，我就跟他翻脸。知道了。听见没有？听儿子话哈，不许喝酒了。我回来收拾你啊！哎，儿子啊，啊，你这衣服也太帅了吧！还可以啊。快，这转过来，让来看看。哎呦，老头子，这儿子穿着制服是第一次回咱家吧？还真是，是吧？是吧？哎，那我能不能申请跟我这两位偶像一个合影的小机会啊？你当然可以了。哎，等会儿，捯饬。我要围裙先摘了。来，脱袖。哎呀，坐着。那我俩大偶像。咦，好看。不，这位同志，你要不想拍，我就给你彻底撇出去。往里点，进来。哎，等会儿。捡灰。等会儿，对。3、2、1。哎呀，太好了！哎，真好看。哎，发给我啊。好，发了。哎，好。你还要？哎呀，那我勉强发给你一下。好嘞。哎呀，太帅了！我今天晚上不住了啊。为啥呀？我明天早上8点半得出现在办公室，那我就得3点钟起来，然后4点钟就得开出去，那不都夜路吗？啊，哦，行吧？哎，所以晚上吃完饭完了我就走，你们早点休息。啊，行啊，行，注意安全啊。嗯。哎，儿子啊，咱家豆豆好不？这两天我忙得要死，都他姥爷看的，可懂事了。小敏好不？我正好前两天去趟北京，小敏呢现在是单位那边已经踏实下来了，我们要给她租个新的房子，方便一点。哦，咱家有一个新的计划，涉及到教育领域，所以洪老师得给把关。哦啊，你大孙女儿不9月份就要上1年级了吗？她舅小远儿给找了一个特别好的学校，差不多下个月吧。就进学校里边，学前班，提前适应学校生活。9月份直接升到1年级，好不好啊？哦，好。那这样的话呢，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这个学校是在北京。在北京啊？哎，儿子啊，这个，豆豆上北京上学，这个小敏在北京工作，那你一个人住你老丈人家，你不难受啊？一针见血看问题，放心，老太太啊，我已经有了很好的方案，彻底能解决这事儿，不用操心，好吧？啊，自己处理啊。说最近呢，对这个人生，我有一些特别的体悟。这个灵感呢，来源于一个我们部门去年退休的大姐。我俩聊天的时候呢，你干啥呢嘛？啊，发朋友圈啊！谁让你发朋友圈的？哎呀，你看我儿子多帅呀！啊，这给老姐妹显摆显摆。你显摆他干啥呀？哎呀，你穿着制服多难得回家呀！你听我说妈，就是因为穿制服，我们单位不知道我回家了。你万一这个朋友圈扩散出去，我们领导一看说这洪亮没报备，怎么就回家了呢？那不得批评我吗？
哦，对，你听话听话。行，删。洪老师啊，你也删了呗。我天哪，你这是给村长发的呀？啊，你拿我照片换酒啊？你这个就一句没嘱咐到，你这一天到晚的撤回。行。我呀，这咋手机还没收了？我最近有一些新的人生感悟，是我们老大姐退休之前的肺腑之言。她说，很后悔没有在自己最年富力强的时候，换一个身份，换一个地方，拥抱这个世界，面对自己。所以我也有很多的启发。啥启发呀？鉴于小敏在北京，小豆要去北京，所以我也打算去北京。上北京检察院呢？是北京，但不是检察院。就还是干法律相关的事儿，没有抛开我的所学专业，叫法务总监。但是它是个国企。儿子啊，那就是说，你这套官服就不能穿了呗？就是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儿子是最后一次当你们面穿这个制服。哎呀，儿子啊，你说你们平时在海州的时候啊，那就难得回家来。你说这回要去北京了，全家人都去了，我啥时候才能见着你们呢？你看门口那滑梯没有？自从你爸买了以后，那豆豆就玩过一次。你爸是天天擦，就盼着你们回来。儿子，是小敏让你去陪他，是不是？你说你俩结婚这么多年了，你就不能跟他商量商量，让他调回来呀？儿子啊，你这身衣服穿了18年了，你舍得呀？你不觉得委屈吗？我真不觉得委屈。人生不同阶段就是应该有不同阶段的身份，关键是我们上北京去，又不代表我们不回来了，也不代表你们不能去。咱滑梯，你要不愿意让我在北京买，我直接把它拆完了之后，我放北京去，行不行？再说养孩子，现在你不得需要钱呢？人家那个新公司答应工资给我翻3倍，我不去不傻吗？薇，你等一下，你说的这个事儿，你是已经这么做了，还是打算这么做？我打算这么做的。所以你要盯着我干啥？就我已经就报了一个离职的一个报告，完了想看看单位领导什么时候批。你哭啥呀？亮儿，从小到大，你的学习没差过，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从大学到研究生，你都没落下过。毕业之后考上了公务员，你才穿上了这身官服，你一步一步，容易吗？可是你为咱们家争了光，你让我长了脸，你爹我有面儿。这身官服你那么容易就穿上吗？你那么容易就能脱掉吗？你用不着跟你妈妈说，你说你是不是最后再穿一次给她看看？你不是打算要把它脱了吗？就干脆你现在就脱了。你脱呀！你脱呀！你把它捡起来，你把它捡起来，你给我挂好！你以为你穿这身官服是你一个人的骄傲啊？到现在你都是咱们全村人的榜样，你知道吗？你就这么把它脱了，你的人怎么看你？怎么看我？怎么看咱们这个家？
咱们是个什么样的家呀？你们是个光荣的家庭啊！哎呀，怎么样，村长回来了？哎，你说你咋不吱个声呢？一会儿上我们家喝酒去啊！哎，老洪大哥，你这刚才那个照片发我这个微信里边，你咋给撤过去了？这洪亮啊，是咱们洪家村之光。哎呀，那咋放光芒啊？是不是啊？你是不是这技术不行啊？侯一，哎，哥，哎，洪老师，这不光不行，那光不行，咱上外边拍去。哎，对，外边拍。来来，哎，你这衣裳咋脱了？太热了。哎，你这不穿这制服，咱咋拍呀？哎，穿，哎，穿。哎，穿上，哎，穿上啊！哎，说今儿叶子能来吗？看他今天来不来？应该能来吧。李处呢？不是叫他喊过来一起玩玩吗？估计是被工作绊住了吧？你怎么操这么多心啊？能不能学学人家妍妍，一直都那么酷？你带我来这儿干嘛？请你喝一杯吧。我不去。哎，叶子，叶泽，凯云姐，你怎么在这儿啊？不请我进去喝一杯吗？这个地方是你选的？不要一直逃避下去了，进来吧。上去啊，愣着干什么？这是飞行乐队的舞台，是属于你们5个人的舞台。哎，叶泽来了，叶泽来了。叶子，屏幕你了，还不赶紧上来？怎么，当了那么多年偶像，吉他弦忘了怎么拨了？
接下来这首歌，我要送给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谢谢他为我做的一切。我事先走了。这么快？我肚子饿了，我们去吃宵夜。我就不去了，我还有工作要忙，先走了。哦，好吧。工作，你们检察官也太无趣了。那个我有时间，我陪你去。今天我吃鱼。可是我今天只想吃烤牛肉、烤羊肉、烤鸡肉、烤鸭肉，就不想吃鱼。啊，那我可以吃烤生蚝、烤扇贝、烤大虾、烤鱿鱼，都行都行。那好吧，那我们一会儿去一下，走。走走走。你就打算这么走回家吗？关你什么事儿啊？上车，我送你。上车吧。你今天怎么会出现在那里？你别管我为什么会出现在那儿。今天看到叶泽又上台，我还是挺开心的。以前呢，我以为他是一个那种，你知道的。没想到，这小子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是啊，他确实比有些人重情重义。话里有话。任天宇，我现在不带任何情绪，不抱任何期望，我请求你认认真真的回答我一个问题。
行吗？你当初为什么不告而别？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什么叫现在不能告诉我？好，那我换一个问题。假设你当初不喜欢我，你为什么要送给我小金鱼？为什么要吻我？任天宇，我太累了，我请你给我一个答案，让我死心，行吗？是我不够好吗？不是，你特别好，我也是真心喜欢你，但是我真的有我的难处。你喜欢别人了？是朱瑾吗？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们在一起多久了？明明这么简单的问题，我非要亲耳听到答案才死心。对不起。不用说对不起，是我自己太傻了。我们还可以做朋友吗？好啊，大家都是成年人，做不成恋人，难道就要做仇人吗？你别这样行吗？别怎样？你不是说做朋友吗？我接受你的建议，挺好的。朋友，再见。你好，两位需要点什么？2串鱿鱼，2只烤虾，2个生蚝，2个扇贝，不要放辣椒啊，一定要少油，谢谢。好的。哎，等等，你点这么少，有我的份吗？不够吗？我要10个牛肉串，10个羊肉串，10个烤鸡爪，2个鸡翅，加辣，还要一个冰可乐，谢谢。好的，请稍等。喝点水。汤小黎，不是吧？保温杯枸杞水，人们都说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你才多大呀？哎呀，这个你就不懂了吧？这个养生它不分年龄大小，特别是你们女孩子啊，出门就应该带个保温杯。哎，我跟你说，我这个保温杯特别好，回头我买一个送给你，你出门的时候啊就可以随身带着它。18岁的姑娘不需要。哎，等等，你这海鲜看的不错，要不海鲜归我，肉都归你。我今天不吃肉。那行，还给你，还给你。谢谢。慢点。
你呢？请稍后，再一会儿就到。凯英姐和尹检察官也来过这家餐厅？没有。这家餐厅虽然不大，但味道很好。谢谢。你好不容易见着你的朋友，怎么不跟他们多聊几句啊？我跟他们约了，改天一起好好聚一次。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啊？啊，我来正式介绍一下，这是尹检察官的女儿。干妈，我自己来。我叫尹可儿，这是我爸爸，这是我干妈。叶子，你不知道，尹处会弹吉他的。他上大学的时候跟你一样是万人迷来的。是吗？你不要听他了，他不懂。我们那时候就是抱着装装样子，我这纯粹是业余中的业余爱好嘛，跟你们专业的不能比。尹检察官谦虚了，我懂。那你也太会开玩笑了。哎，对了，可儿，你妈妈呢？叶泽，可儿的妈妈，在她小时候就不在了。可儿，来，喝果汁。谢谢叶泽哥哥。对了，凯英姐，这周末你有时间吗？周末啊，我不确定哎。周末我们要加班吗？如果要加班的话，可能就没有时间。没关系，没关系。好，吃好了。你有强迫症吗？姚战啊，我刚才粗略的计算了一下，你平均2分钟吃一串，现在还有15串，你还要吃半个小时啊！我只能给你15分钟。你说什么？我的意思，我11点钟是必须要睡觉的，要过了那个点儿我就睡不着了，所以我今天10点必须要回到家的。正好，我也要10点前回家，我还要跟我游戏里的小哥哥打游戏。什么？什么小哥哥？游戏里的大神Star，你跟他不是一个档次。Star？什么游戏？干什么？还想跟我玩一个游戏啊？告诉你 ，Star， 不会这么巧吧？好久不见。今天这么晚？白天上班，晚上才有时间上来玩。哦。今天出了一个新的副本，我带你。好啊，好啊。耶！姚真，你清醒点，这个人才是一直带你玩游戏、你一直仰慕的小哥哥，不要去想潘晓黎了。
喂，张警官。严律啊，你让我查的那个案件我查清楚了，那个叫祝锦的几年前因为涉嫌抢劫，被当地警方抓了。因为没钱打官司，所以当地给他找了一个法律援助。帮他打官司的人你还认识？你猜猜是谁？谁？就是任天宇。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召开2019年第1季度股东大会。会议应到股东9人，实到8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以我现在宣布会议正式开始。现在进行第1个议程，请吴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公司自成立以来的运营情况以及人事管理情况。大家掌声欢迎。喂。哦，好，我马上过来。谁的电话？是，他让我现在赶过去。那我跟你一起去吧。
不用，他让我一个人去。他知道咱俩在一起吗？今天的会你们先开着，有什么事儿回头再说啊。吴玉景连这么重要的会都不开了，一定有什么问题，你跟去看看。是。林总，您要不要过去？那现在我们会议继续。好，那我就代表吴总向大家汇报一下公司财务报表的分析状况。从财务报表分析企业的2019年。 不好意思，突然叫你过来。啊，对了，原本你今天是有个季度股东会的是吧？啊，没关系的，王总。好，那就好。叫你过来呢，是想跟你说说他。 怕什么？又不是没做过。我不是怕，是当年和现在情况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我看是你的胆子变小了吧？是我现在的情况不是特别好，并不是因为我。你是指魏清明？我听说你找了个什么律师，把他整得不轻啊。 所谓杀敌1000，自损800。哈哈，别人都以为壮士断臂是壮烈，其实是愚蠢。如果都靠着伤筋动骨才能打败敌人，那只能说明你自己不够强大。是，这次魏清明的事，我确实大意了。大意。 我看是你的舒服日子过惯了，已经忘了自己当年是怎么发家的。这个您放心，我怎么会忘呢？如果没有您，我吴一景到现在什么都不是。知道就好。那这件事情就按我说的去办吧。好。对了，还有一件事儿。 微微知道您回来了，她想见见您。我明天一早还要去挪威参加一个华人商会的论坛，下次吧。可是微微真的想见您，我说下次吧。好，下次。
东西拿来。把这个交给他，就是我送他的。好，我一会儿就把这个给薇薇送过去，她一定会很高兴。行了，我正好还有点事儿。我知道了，那我先走了。是1级棒的度假酒店，这个地方不光风光景色美，住宿客房还是1级的棒哦。我们现在顶层的豪华客房区。哎，等我一下，我们1楼见。这位小姐，请您坐下一班电梯。别听他们的，进来吧。刚才你是在做直播呀？对啊。是在哪个平台啊？凝望视频。听说过映画视频吗？当然听说过，那可是一个很大的视频网站，想要做到他们的主播，那可不容易呢。您也知道啊？啊，那是我们老板的网站。哦，这样。我看你资质不错，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到那个网络试试运气。好呀。要不寄一个电话，也许能帮到啊，你。不用了，不用了。对，这次他没有时间见你了，这是他给你买的礼物，让我转交给你。对了，一会儿下班一起走吧。不用了，你先走吧。我正好有些话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姜文静弄那个公众号我看了，挺好的。很多案子不仅有调查和审判的过程，还有很多从网友角度出发的思考和想法。
有法理，也有人情味儿。对，上次钟颖那个案子就是，一开始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检察院做出相对不起诉的决定，姜文静就在公众号上写了一篇无声的道歉，大家看了以后就知道了，钟颖她只是一个绝望的母亲，也理解了检察院，觉得法律也是温暖的。这一年啊，他成长了不少，所以你当初对他判断还是对的，把他招进来，没错。他要是知道你这么认可他，他一定很开心。哎，但你不能告诉他，这样就让他骄傲了。好。很久没见你在我面前这么笑过了。喂，什么事情不能电话里说吗？好，我现在过去。去哪儿？我送你。你可以送我，但是请你什么都不要说了。突然要转去法律系，你是怎么想的？你不是一直跟同学说你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优秀的 UI 设计师吗？我爸想让我学法律，我听我爸爸的。以后在外边别随便叫我爸，好。